花8000买的专属车位，竟被私自改成了公共充电桩。业委会让我顾全大局，我没吭声，反手把楼下荒地改成车位。明天一早带人过来，把垃圾全部清走，我要建车位。哥，别冲动。怎么弄成这样？又被人抢车位了。我在楼下绕了半个多小时，好不容易看到个空位，王大妈死活堵着不让停，我跟她怎么说都没用。欺负人没够了，我找他去。周远，你别冲动，你别去了。孙主任在群里发通知了。特大喜讯，居委会已批复咱们小区的车位改造方案，统一规划固定车位带智能地锁，1户8000，永久专属。8000块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大不了以后停远点走回来。算什么算？钱没了，我加班再挣。花这8000块钱，买你再也不用受别人的窝囊气，值。周远，这图纸虽然盖了章，可钱是直接转进孙国良私人微信的，你说他会不会收了钱不办事儿？别自己吓自己了，图纸还在群里挂着呢，白纸黑字划给咱们家的车位，他还能吞了不成？刘经理忙着呢。哟，周哥，刚开完会，您看看咱们小区这改造完的样，旧路全铲了，看着柏油路铺得多平整，地锁、车位线全给画好了，编号001到101号齐齐整整，是挺好。我正好去看看我家车位什么样。哎，周哥，等等，那个，要不您先有个心理准备。刘经理，你跟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？周哥，您别急，听我说。我问你，我的车位呢？全小区101个车位，其他人都划得清清楚，就单单我家没有车位了。周哥，这真不是物业干的，这是业委会孙主任前几天牵头改的图纸，说3号楼底下这块地做公共充电桩更合适。我们物业就是个干活的，真做不了主啊。好，我不为难你。小区总算修好了，我看着车位都画好了。画好了，看看咱们家的车位。这不是咱们楼下吗？装充电桩了。你再仔细看看具体位置。这不就是咱们家图纸上的018号车位吗？那咱们的车位呢？没了，全小区102户人家，最后只弄了101个车位。我下午去数过了，所有的编号一个不落，就咱们家没有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这么欺负人？他凭什么改？那可是8000块钱啊！咱们每个月精打细算，还着房贷车贷，牙缝里挤出来的8000块，就换来这几个破充电桩和一辆老头乐。周远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把咱们当软柿子捏？当然不能，我打听过了，孙国良自己家可是分了2个固定车位。哟，小周啊，这么早就来找我？来来，花坛边上坐这儿，慢慢说。不做了，孙主任，我今天就想问问，图纸上白纸黑字划给我家的018号车位，怎么就变成公共充电桩了？小周，别这么大火气嘛，这事儿啊是咱们业委会集体开会讨论决定的。图纸在群里公示了7天，你当时也没提意见不是？图纸上标的是我家的车位，我提什么意见？怎么动工的时候就变卦了？这经过业主大会同意了吗？这也是顺应小区的实际情况嘛。业委会一琢磨，你平时主要是居家办公，那车10天半个月也不挪一次窝，车位空着实在太浪费，不如改成公共充电桩，大家都方便，这也是为集体做贡献嘛。年轻人觉悟得高一点。孙主任张口闭口集体利益，那我倒想请教一下，这次改造您家分了几个固定车位？我家那是特殊情况，我儿子也住这儿，他上班远，天天得开车通勤。业委会是根据实际刚需给我家安排了2个车位，这是特殊照顾，绝不是搞特殊化。哦，小区一共就这么多车位，您家占了2，就得有1户被踢出去。怎么这么巧，刚好就是没在业委会有亲戚的我？还有，您儿子既然占了第2个车位，他交了2份8000块的改造费吗？小周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邻里街坊的，怎么能把集体的事全用钱来衡量？你这思想大错别错！我的8000块钱是真金白银转给业委会的，钱不衡量，拿什么衡量？拿您的脸面吗？我的8000块钱到底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公共充电桩啊！你以后买电动车也能用，少在这给我胡搅蛮缠。现在的方案已经施工完了，木已成舟，改不了了。你要是真有意见，等下一届业委会换届你再提。孙主任吞了我的车位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周远，我劝你别不知好歹，在这小区里，我孙国良定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你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，还想翻天不成？孙主任，
既然您跟我讲您的规矩，那我就去问问，这规矩到底算不算数？周哥，刘经理，我图纸上的车位被改成了充电桩，这事儿物业怎么说？这事儿兄弟我捉不了主啊，车位怎么分，纯粹是业委会定的规矩，我们物业就是个跑腿执行的。图纸上划得清清楚楚，你们施工时就不核对？周哥，图纸交到我们手里什么样，我们就怎么施工。您有意见还是得找业委会去。同志，业委会私自篡改图纸，强占业主车位，街道办管不管？您的心情我们很理解，但小区自治是国家倡导的基本原则，街道办不好直接行政干预业委会的内部决定，建议您还是继续和业委会友好协商解决。儿子，我听小何说了，怎么城里的小区也这么欺负人？收了钱不办事儿，那不就是强盗吗？爸，这事儿有点复杂，但我能处理。你要是搞不定，我和你妈买今晚的火车票过去，我们老两口就天天搬个马袋堵在那个姓孙的家门口，我看他给不给个说法。爸，千万别，您二老身体不好，别为这种事儿折腾。您放心，这是法治社会，儿子有办法对付他们。到处都碰壁，你到底在看什么啊？难道图纸上还能凭空变出个车位来？老婆，你看咱家1楼阳台外面这块空地。老婆，你看这里，你说要是咱们自己出钱，把这块垃圾场硬化成咱们的私人车位，谁会最先跳脚？你不会是魔怔了吧？你要在垃圾堆上建车位？周远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那可是小区的公共区域，哪怕那儿堆了5年的垃圾，咱们私自圈起来建车位，这在街坊邻居面前根本不占理啊！老婆，你去把咱家的购房合同拿来，看看上面写的什么。阳台外人15平米，属于1楼业主专属使用区域。只是前几年我懒得折腾，没建围栏，结果物业不管，硬生生让邻居们当成了公共垃圾场。我现在把它清理出来自己用，天经地义。等等，要是顺着产权线建车位，这路顶多剩2.4米，那每天清运垃圾的大车不就进不来了？没错。你疯了！垃圾运不出去，小区不得臭死人？到时候街坊四邻能把咱家大门砸了。小何，你冷静点。第一，这地本来就是咱家合法的专属面积，我不追究他们往我家院子里扔了5年垃圾就算客气了。第二，本来018号车位是咱们的，孙国良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强抢了咱们的钱，要是不把矛盾摆到明面上，他们永远觉得咱们好欺负。咱们花自己的钱在自家地界上停车，谁也说不了什么。你说的对，咱们真金白银交了钱，车位没了，现在用自己的地还怕他们说闲话？你要做就做彻底点，我陪你扛到底。刘经理，看看这个。周哥，你要清理3号楼底下那块日场建车位，还要沿产权线拉护栏？对，那是我购房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的专属区域。以前我懒得管，当废地放着，现在我没车位了，要收回来自己用。不行不行，我的亲哥哎，您的护栏一拉路就窄了，垃圾车绝对进不去，到时候垃圾堆成山，小区业主还不把物业生吞了。刘经理，这地儿是我合法的，我今天不是来申请，是来报备的。周哥，您就饶了我吧，这字我真不敢签啊，签了全小区不得乱套。刘经理，你今天就给句痛快话，这字儿签还是不签？周哥，白纸黑字写了，这确实是您的1楼专属区域，可这事关小区的垃圾信运，您这说圈就圈，我一个小经理担当不起啊。我的合法专属区域，我怎么不能用？你见过堆了整整5年废旧轮胎、破烂沙发的专属院子吗？这5年里，你们物业管过一次吗？清理过一次吗？这地方确实太偏角，保洁阿姨平时也顾不上。少来这套把戏！我现在给你2条路选：第一，你们物业今天就把这堆垃圾清走，恢复成干净的空地，只要你们干了，我绝不动手。周哥，您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清理那堆陈年垃圾得叫专门的清运车，这大几千的费用，公司怎么可能批得下来？既然你们出不起钱，也不想管事，那选第2条路。我个人掏腰包清理这5年的垃圾，平整地面，做硬化，不花物业1分钱，弄好了我在自己的地皮上停车，有问题吗？周哥，这小区里以前也没人这么干过，没有先例，我今天就创造个先例。
刘经理，你要是不签，我下午就把这垃圾场的照片，连带着你们物业只收费不作为的证据，全发到朱建奎和社区网上去。别，周哥，您消消气儿。这样，我去请示一下领导，您等我10分钟。周哥，领导说了，这毕竟是您的专属区域，您要清理硬化，物业没有明确的文件禁止，您要干就干，但这事儿可千万别说是我们支持的。行，这就够了。喂，老李，手续齐了，明天一早带人进场。周老板，你这活可真够脏的！你看这烂沙发、破轮胎，还有一堆生了锈的铁架子，这得堆了多少年啊？整整5年了，没人管，今天就辛苦你们了。拿钱办事儿，不辛苦。周老板，这清运费可不便宜啊！光雇这2辆车把垃圾拉到填埋场就得1200。没问题，转给你了。这砖看起来挺高级啊，没用水泥。水泥下雨容易积水，透水砖干净整洁。充电桩和智能地栅明天就装。清运费1200，碎石料1500，透水砖2000，人工2000。还有这个7000瓦的交流充电桩5，智能地锁800，总共11000块，比业委会收的8000块还多了3000，咱们这钱花的真够冤的。有了这个就不冤了。周远，这牌子一挂出去，群里肯定要炸锅了。一大早的，群里怎么这么大动静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来看看。那个业委会的马大姐，估计又在和稀泥。周远啊，你那个车位是怎么回事？那明明是公共区域，你怎么能占为己有呢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要顾全大局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了整个小区。这个马桂兰平时装好人，现在跑出来玩道德绑架。咱们交8000块钱没分到车位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跳出来顾全大局？周远，你别愣着，回去骂他。骂人那太过分了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对付这种人不用带脏字，用事实打脸就行。马大姐，我阳台外面那块地之前堆了5年垃圾，您作为业委会成员，在这5年里有没有提议清理过一次？那不一样，垃圾归垃圾，公共区域归公共区域，你不能混为一谈。哦，原来在业委会眼里，那块地之前是公共区域的时候，你们用来堆垃圾，现在我花钱清理干净了，铺了砖，装了桩，你们就说这是公共资产了。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干得漂亮！这帮人就是欺软怕硬，你把理一摆，他们就没词儿了。这就叫赢了，老婆，嘴上的仗打赢了没用，他们现在闭嘴，只是因为理亏面子上挂不上，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呢。大家都理亏不说话了，还能有什么大麻烦？你忘了我建车位前跟你量过的那笔账吗？你是说那条窄路？老婆，你猜猜，明天一早，垃圾清运车要是进不去，会发生什么事儿？周哥，哎呀，出大事了！您能不能行行好，先把您车位两边的护栏给拆了？怎么了，刘经理？大清早的这么大火气？垃圾请运车进不来了啊！以前堆杂物的时候还能蹭过去，现在您装了固定护栏，车根本就开不到垃圾站。3号楼后面的垃圾站已经堆了2天没请运了。刘经理，我的车位是合法报备，自己出钱建的，护栏也在我的红线内，垃圾车进来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当初车位规划的问题。周哥，您说的我都懂，可我哪敢去跟孙主任硬顶啊？不用你顶。如果3号楼下原本属于我的018号车位没被强行改成充电桩，我也不会去动那块荒地。这个链条是谁打断的，你找谁去？这味道也太大了，周成，咱们连自己都熏着了，这招是不是有点损人不利己啊？刮骨疗毒必须得见血。如果大家闻不到这股臭气，不觉得痛，他们永远只会觉得咱们在无理取闹。谁会去查业委会的账？物业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天天说在协调，协调哪里去了？
臭气都从3号楼飘到小区大门口了，垃圾车为什么进不来？到底是谁堵了路？周远，你这是在要挟全体业主！必须让他拆，不行咱们就叫城管来强制执法，不能惯着。周远，孙国良要叫城管了，咱们这车位会不会真被强拆啊？各位业主实在对不住，3号楼下面的通道加装了护栏，我的3轮车稍微一歪就会刮车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即日起楼下快递柜暂停补货，大家所有的快递请自己走到小区大门口的临时取货点拿。什么情况？大热天的让我跑去大门外拿快递？我家老太太腿脚不好，来回走20分钟，中暑了谁负责？凭什么她一个人影响我们所有人？周远，大家现在全把矛头对准咱们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别慌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人在利益受损的时候，最容易看清真相。大家都别光冲着周远嚷嚷，人家周远也交了8000块改造费，凭什么全小区就他家没车位？要不是业委会孙主任把他逼到绝路上，人家犯得着自己花1万多去挖垃圾堆吗？这垃圾运不走，快递拿不到，表面上是周远的车位挡了路，但根子在哪里？根子在于业委会车位分得不公道。你们想想，那个多出来的车位到底去哪儿了？老陈说的对啊，当初分车位到底是怎么分的？就是孙主任家好像占了2个车位吧？周远，他们开始反思了，老陈真是个神助攻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大家一旦反应过来，孙国成的苦日子就要来了。周远，你给我出来！周远，你给我出来！赶紧把护栏给我拆了！孙主任带着保安来砸门，好大的官威啊！少废话！你私占小区的公共绿地建车位，搞得现在垃圾堆成山，臭气熏天，快递全停了，今天必须强拆！公共绿地，马大爷，各位街坊，大家睁大眼看看，这15平米白纸黑字写着，是我1楼的合法专属区域。以前我没买车，懒得管，由着你们往我地界上扔了5年的垃圾，现在我清理干净收回来自己用，这叫私占？那也不能建护栏把路堵死啊！凭什么不能？咱交了8000块改造费，全小区102户，101个车位，就单单漏了咱家。现在我们在自己的合法地皮上建车位，你们倒急了。要拆可以，造成路窄的根源是有人暗箱操作。孙主任，你先把强改的018号车位还给我，我立马把护栏拆了给大伙让路。动手，把那2个铁架子给我拔了！大家看仔细了，孙主任家凭特权分了整整2个固定车位，而我们3号楼交了钱的业主1个都没分到。这小区的集体利益到底为了谁的嘴？家占俩，凭什么拿咱们的钱给他做人情？周远，你给我等着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家孙子被熏得直吐，业委会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大家别急，周远态度强硬，拒绝拆除障碍物，这是在要挟全体业主。业委会已经联系了城管部门，马上对他的非法侵占进行强制执法。孙主任，欢迎城管来执法，但我提醒您，城管来的时候最好把小区原始规划图也带上，让大家看看是谁先偷了小区的公共面积。周老弟，我来给你通个气儿，我拉着几位业主弄了个联名信。联名信，大家愿意签吗？怎么不愿意？大家被臭味熏醒了，垃圾运不走是表象，业委会藏污纳垢才是根源。我们要求业委会公开车位分配明细和资金账目。老陈大哥，太谢谢你了，大家终于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了。我这也是为了自己的权益，这孙国良真把大家当傻子耍呢。周远，邻居们都站出来支持咱们了，有了这封联名信，是不是就能把孙国良直接罢免了？光靠联名信不够，得给他下点猛药。当天下午，一声凄厉的消防警笛声突然由远及近，打破了小区的喧嚣。2辆红色的消防车闪烁着警灯，一路开进了小区，最后停在了3号楼北侧的窄路前。不知道是谁报的火警隐患。孙国良见状，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赶紧迎上去告状。消防同志，您看看，就是这个102屋的业主周远，私自在通道建车位加护栏，导致垃圾车、消防车全进不来。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啊！这路怎么只有2.4米？你是车位业主，国标要求的消防车道宽度不能小于4米，你不知道这是在堵死生命通道吗？听见吗，周远？消防同志都发话了，赶紧把护栏给拆了。消防同志，我很清楚法规，但请您看看这份原始规划图，
我们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本就不在这条窄路上。你们小区的原始消防通道明明在1号楼和2号楼的主干道上。这个，消防同志，既然真正的消防通道在主路上，那您不妨去查查，那条主路现在到底还有多宽。消防检查员拿着图纸，大步流星地朝着小区主干道走去。孙国良跟在后面，腿都软了。走到主路一看，检查员怒不可遏，怎么搞的？这路宽连3米都不到了。消防检查员拿着皮尺，怎么搞的？这路宽连3米都不到了。消防同志，您听我解释，这也是为了解决咱们小区居民停车难的问题，大伙儿开会一致同意的。大家同意就能随便堵死生命通道？为了多划几个车位赚钱，你们私自把主干道向外各拓宽了60公分。一旦有灾情，消防车根本进不来，这是拿全小区人的命当儿戏。太黑了！原来是他们私划车位堵了消防通道，还倒打一耙怪人家周远，这业委会简直是谋财害命！孙主任，这回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到底是谁在影响小区的和谐稳定？小周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算我求你，咱们私下解决。那个018车位我马上还给你，这事儿千万别往上闹了。私下解决？我们2口子每个月还着房贷车贷，那8000块钱是我们精打细算省下来的。我们这个里是因为事出有因，现在查出问题了，你想私了，您准备怎么跟全小区100多户人家交代？孙主任，你们违规操作，私自拓宽消防主干道，县令你马上整改，并接受罚款。孙主任，消防大队下死命令了，15天内必须恢复主干道宽度，不然最高罚款5万。这事儿是你们业委会私扩车位搞出来的，这锅我们物业绝对不背。没等孙国良说话，刘经理直接把通知书拍照发到了业主大群，群里瞬间炸了锅。罚款5万，凭什么拿我们的物业费去交罚款？业委会干的好事儿，让他们自己掏腰包。孙国良瘫坐在椅子上，抖着手在群里发语音：大家别慌，这是误会，是物业在推卸责任。郑主任，您来的正好，物业在这儿胡闹。住口！消防隐患加上上百名业主联名投诉，孙国良，你们业委会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周远，连街道办的郑主任都亲自出马了，孙国良这次死定了。不仅要他死定，还得让他把吞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老婆，走，咱们进去帮郑主任好好算算账。孙国良，你以前在街道办待过，不会不懂什么叫程序合法吧？郑主任，您听我解释，车位分配方案确实在业主群里公示了7天，大家都没提意见。公示期没人提异议，这没错。但是公示期结束后，你们业委会未经业主大会表决，凭什么擅自修改图纸，把3号楼018号车位改成了公共充电桩？这也是为了顺应实际情况。3号楼那边本来就没几辆车，改成充电桩也是为大家服务啊。没几辆车，我查过底子，3号楼交了改造费的业主足足有6户，你们居然给我说没几辆车，还把人家的车位改成了充电桩，这叫程序合法？孙主任，我们虽然没车，但我们也得倒垃圾取快递啊！你为了多划车位，堵了消防通道，这几天垃圾臭的我们连窗户都不敢开。就是，当初开会根本没通知我们3号楼的代表，凭什么偷偷摸摸就把方案给改了？对啊，郑主任，我们交了8000块，结果钱打水漂了，我们强烈要求重新审核方案。孙国良，鉴于你们业委会严重程序违规、假公济私，我现在代表街道办正式表态，你们这届班子干到头了。周远，你去通知全小区，本周日召开全体业主大会，正式罢免孙国良的职务，重新选举新一届真正能为业主做主的业委会。晚上我下楼扔垃圾，正好看见孙国良和马桂兰提着水果在2号楼底下挨个敲门。老李，你听我说，这次你要是跟着他们闹，重新选业委会，车位全得打乱重分，你现在那个好位置可就真保不住了。可不是嘛，周远就是自私自利，想拉大家下水。周日的选举，你们还得投咱们孙主任，稳妥。孙主任，消防通道的事儿大伙都看明白了，垃圾臭味我也闻够了，水果您提走，我不送了。我站在暗处冷笑一声，转身走向小区中心广场。广场上灯火通明，出租车司机老陈正带着10几个热心业主摆桌子，身后拉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。陈哥，哎，大晚上还这么有干劲儿。周老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给大家捧法呢。民法典写的清清楚楚，
小区公共收益和车位必须归全体业主所有，绝对不能任由他孙国良一个人说了算。陈哥喝口水，刚才我和周远看见孙国良带着马桂兰正挨家挨户送水果拉票呢，到处吓唬人，说一旦重选，大家的车位就全没了。哼，他当大家都是傻子。垃圾清运车进不来，消防通道被私化车位堵死，是谁搞的鬼？大家心里都有数。这种谋财害命的黑心，一天都不能多留。对，平时收钱倒挺快，一出事全缩头了。这次业主大会，咱们必须把他们选下去，绝对不能再让他们坑人了。周老弟，他拉票就让他拉，后天的业主大会，哥哥我可是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物，保证让他彻底滚蛋。事件爆发的第14天，业主大会正式召开了，现场挤得水泄不通。各位业主，请安静。现在，请业委会主任孙国良上台，针对这段时间的问题做个说明。各位老街坊，我孙国良退休这几年，天天给大家跑钱包，没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我敢指天发誓，我都欠任，我绝没拿过1分钱回扣。改车位方案，真就是想让没车的个违规的骂名，我心里比吃了黄连还苦啊！孙主任平时见面也挺热心的，是不是真有什么苦衷啊？是啊，人家毕竟是义务劳动，可能就是一时糊涂办错了事儿。大家相信我，只要度过这次危机，我孙国良一定把小区的车位问题妥善解决好，绝不让大家吃亏。周远，这老狐狸太能演了，这就开始打感情牌糊弄大爷大妈了。难道真让他掉几滴眼泪就蒙混过关？别慌，有人比咱们更看不惯他在这儿演戏。孙主任，你口口声声说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集体的利益，那我倒想当着大家的面问你个事儿。老陈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我孙某人问心无愧。好，你们把周远花了8000块真金白银买的车位给取消了，改成了3号楼下那个所谓的公共充电桩。我问你，那个充电桩真的有人用吗？大家不知道吧？我每天开出租起早贪黑，帮大家留意过了，他孙国良家一次都没用过。为什么不用？因为他孙国良利用手里的特权，给自己家占了整整2个固定车位，而且他早就悄悄在自家车位上装了私人充电桩。3号楼下面那个打着公共旗号的充电桩，全小区根本没人去用。他为了一个根本没人用的东西，把人家交了钱的业主车位给吞了，这叫为了集体利益，这叫中饱自囊，太欺负人了！满嘴谎言，假公济私的伪君子，滚下台！大家安静。是的。既然事实已经清楚，大家也不用再争论了。我们现在立刻进入投票表验环节。不用选了，罢免他！大家静一静，按规矩来。街道办和业主代表当场唱票，82票同意，3票反对，其余弃权。罢免决议正式生效。另外，马桂兰等3名委员同意罢免票均过半，全部罢免。周远，我们赢了，这帮吸血鬼终于下台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这都是他们自找的。旧的业委会垮了，但小区的日子还得继续过。我宣布，新的业委会选举将在2周后进行。在这期间，小区内之前划分的所有固定车位全部作废，暂时作为流动车位使用，先到先得。散会后，我和林小河并肩走在回3号楼的路上，压在大家心头的乌云终于散去。周老弟，今天这仗打得真痛快。陈哥，今天也多亏你帮忙，爽是爽了，可老弟啊，孙国良是下去了，可你那个自费建的车位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陈哥，你放心，我那个车位谁也抢不走。滴滴滴，业主群的消息响个不停，林小河死死盯着手机屏幕，气得手直哆嗦。周远，你快看，孙国良虽然滚蛋了，但他之前挑拨的话还有人信。现在好几个业主在群里起哄，旧业委会都倒了，重新洗牌。周远那车位必须交出来充公。对，他凭什么占着最好的位置？大家充公？我掏了真金白银建的车位，凭什么交出去？那1万1可是咱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下个月妈还要住院体检，孩子的补习班马上要交钱，房贷车贷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凭什么便宜这帮看热闹的？老婆，你放心，咱们的钱花得有理有据，谁也抢不走。那你打算怎么他们的嘴？光讲理，这帮无赖可听不进去。我早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好了，就等着他们上门呢。喂，周哥，出事了！那几个刺头跑到居委会去闹了。说重点。周哥，
郑副主任顶不住压力，明天上午要在居委会开专项调解会，专门针对您那个车位的归属问题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准时带着文件袋来到了居委会的调解室。郑副主任坐在主位物业刘经理和几名业主代表分坐两边。周远，少废话！今天当着郑主任的面，赶紧把那块地交出来！凭什么你一个人站着停车？必须充公！安静，吵能解决问题吗？周远，关于你自建车位的事儿，小区里争议很大，大家都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建私家车位，你得拿出能站得住脚的依据来。郑主任，这是清运费、碎石料、透水砖和充电桩的所有发票，总计11000元，每一笔钱都是我个人出的。这块地以前是堆满建筑垃圾的卫生死角，臭气熏天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抢？现在我真金白银砸钱铺好了，你们想白嫖？还有这个，这是开工前我向物业提交的报备回执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暂无明确禁止依据。刘经理，我问你，周远动工前，你们物业有没有明确告知他这块地不能改造？没有。那我再问你，有没有书面的规章制度，明确规定这种处于管理盲区的空地，业主不能自行出资清理改造？也没有。周远，这地是你花钱评的，如果我今天当场拍板给你开绿灯，你敢不敢接我接下来的条件？这块地之前堆了5年垃圾，物业和业委会双双失职，现在周远个人出资清理改造，形成了事实上的使用关系。从公平角度，我建议承认该车位的私人属性。几个原本想刺毛的业主代表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谁也没敢反驳。不过周远，为了兼顾小区的和谐，我提议你与新业委会协商，在特定时段向小区开放共享，你同意吗？我同意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新业委会成立后，必须把所有的规则公示清楚，车位怎么抽签，公共收益怎么花，谁说了算，全都要白纸黑字写明白。我不想再交一次钱，然后莫名其妙被抢走权益。这个条件非常合理，就这么定了。周老弟，今天这仗打得漂亮，车位保住了，规则也谈妥了。陈哥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规矩是好规矩，可这新业会主任到底让谁来当？要是再选上了一个孙国良，咱们今天争来的这一切不还是白搭吗？当晚，我和老陈就敲开了沈律师家的门。沈律师，小区现在百废待兴，大家都信任你，这新业委会主任你来牵头吧。陈哥，周远，不是我推辞，业委会是个吃力不好的活儿，而且传统纸质投票漏洞百出。稍微有人在票箱上做点手脚，出来的结果就不能服众。沈律师，法律上的漏洞你来堵，技术上的漏洞我来填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是程序员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给小区专门开发一套实名制的线上投票系统，每家每户实名认证，1人1票，后台数据实时公开，绝对没有暗箱操作的可能。好，只要你能把这套系统做出来，保证选举绝对公平。这个主任我当了。1个月后，新一届业委会选举大会在广场上如期举行。各位业主，投票结束，沈律师以绝对优势当选新一届业委会主任。感谢大家的信任，新官上任，我宣布3条新规矩：第一，所有固定车位必须公开抽签，每户最多1个；第二，抽到的车位只有1年使用权，每年重新抽签，彻底打破终生制。第三，小区所有的公共收益，包括停车费、广告费，每季度在群里和公告栏双重公示。无条件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，业委会开会必须有业主代表列席。周远，我们做到了，这小区终于有公平可言了。这下你觉得咱们花的那11000块钱还冤吗？不冤，这钱买来了一个好规矩，值了。就在大家欢庆的时候，沈主任拿着一份文件走下台，径直来到了我面前。周远，规矩是立下了，但你那个私人车位，咱们之前约好的共享协议，你现在还愿意签吗？沈主任，您放心，我周远说话算话。既然规矩立了，我也绝不搞特殊。好，这份专门针对你车位的决议，新业委会已经盖章了，白纸黑字承认这个车位由你个人出资改造，属性界定为个人出资、个人使用，绝不作为公共车位强行分配。太好了，这下心里终于踏实了，不怕别人再来说3道4。这得感谢周远，他格局大，主动提出签署共享协议。工作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他在家不需要用车时，车位作为流动车位向全小区开放。共享？
那收费怎么算？扫码付费2块钱1小时，这笔钱一半归咱们维护地所，另一半打进小区的公共收益账户，给大家当福利。周老弟，这给小区开了个好头，白天能方便邻居，还能给小区创收。沈主任，协议先签3年，到期后再重新协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周远，既然都共享了，那咱们立在车位前那块违停罚款200的铁牌子，明天是不是得摘下来了？老婆，牌子可不能摘，这牌子啊是咱们维权的见证，不仅不能摘，还得升级一下。共享时段，工作日9点到17点，扫码付费使用；非共享时段违停解锁收费200元。你还真是严谨啊！无规矩不成方圆嘛。弟妹，下班了。周远这车位可真帮了大忙了，我车马上没电了，下午还要去见客户，多亏了你们这共享充电桩。刘哥客气了，大家方便才是真的方便。周远，你真神了！你那个车位现在绝对是全小区利用率最高的一个。白天你上班的时候别人扫码用，晚上你回来自己用，一天到晚都不闲着。这才叫资源利用最大化。与其让它变成没人用的假公共设施，不如变成实打实的真共享。周远，折腾了这么大一圈，又是吵架又是算计的，那你当初花那11000块钱，到底觉得值不值？值，非常值。11000啊，都够咱们全家去三亚玩一圈了。买个原本就该属于咱们的车位，怎么就值了？老婆，那11000买的根本不是车位，那买的是什么？一堆透水砖和一把智能锁？买的是一个道理，买的是让所有人明白，咱们家的权利不容侵犯。在这个社会上，有些尊重不是别人发善心欠你的，是你自己硬生生挣来的。如果这次咱们咽下了这口气，认了倒霉，那下次呢？下次如果业委会要收高额的物业费，或者偷偷动用维修基金，他们依然会觉得咱们好欺负。那11000块就是咱们在这个小区立威的本钱。现在谁还敢在背后给咱们下绊子？谁还敢绕过咱们3号楼搞暗箱操作？你呀，吃个饭也能长篇大论。小周啊，我转过身，看着站在几步开外的孙国良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咽了回去，继续低着头往前走。小周，你那个共享车位确实比我当初搞的那个公共充电桩有用。孙主任，谢谢。孙国良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，他又在原地站了2秒钟，仿佛卸下了某种沉重的包袱，然后默默地走入了夜色中。老公，快看业主群，沈主任又开视频直播了。这月修路灯的账目，连买几卷绝缘胶布都列得清清楚楚。这才是干实事的样子。以后谁再敢搞暗箱操作，咱们业主第一个不答应。转眼进了腊月，天寒地冻，小区里却人情味十足。物业和业委会联合在广场上挂满了红灯笼。周远，你快跟我去看看，沈主任在公告栏贴了一副对联，那横批写的可太有意思了。上联是停车停权停出公平正义，下联是立规方信立起规矩方圆。你再看看上面的横理，沈律师平时挺严谨的一个人，怎么写出这么个横题？没白吃亏，听着就像咱们还是吃亏了一样，多不吉利啊！老婆，你懂什么？沈主任这词儿用的妙啊！妙在哪儿？这世上哪有绝对不吃亏的事儿？关键是咱们吃了亏之后，能不能让以后的人不再吃同样的亏？咱们这一仗不仅争回了车位，更是给整个小区砸出了一个公平。这亏吃得值，吃得有价值。就你懂得多。有些碑立了就绝不能倒。走吧，老婆，回家包饺子去。春节过后，小区刚过了几天消停日子。这天早上，4号楼突然传来轰隆一声闷响，紧接着业主群里弹出了求救信息。我赶紧跑下楼，消防队已经到了。门缝里隐约传出绝望的拍打声。万幸被困的1个小时后，几个赶着上班的邻居被安全救了出来，没有人员伤亡。沈主任，维修公司查过了，电梯主板老化，有1层磨损严重，建议直接大修或者换新。
初步报价15万。15万，物业维修预算肯定不够，必须动用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了。当天晚上，动用维修基金的提议发到了业主群里，没想到群里像炸了锅一样，全都是反对的声音。经历了孙国良那档子事，大家对动用大笔资金这几个字犹如惊弓之鸟。周远，这可真是个烫手山芋，大家死活不签字同意，这4号楼的电梯难道就这么一直瘫痪下去？这叫什么事儿？电梯坏了，天天爬6楼，受罪的是他们自己。咱们跑断腿求他们签字，反倒成贼了。老陈，少说2句，大家被上一届坑怕了，一听要动用15万维修基金，谁心里不打鼓？那也不能让电梯就这么瘫着呀！哟，这不是新官上任3把火吗？怎么这火烧到大家钱包上烧不动了？马桂兰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我阴阳怪气儿？你们一张嘴就是15万，谁知道你们拿没拿回扣？我看你们这新班子比我们手还要黑呢！清者自清，走，别跟他浪费口舌。周远，大家不信任我们，就算纸质账单贴出去，他们照样说是咱们伪造的。老沈，制度和条文交给你这个专业律师，但解决不信任的问题，交给我这个程序员吧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他们不签字，理由只有一个，觉得账目是糊涂账，怕又被割韭菜。那这样，咱们就出示一个无可指决的账目不就好了？怎么点？你快说。老沈，如果我开发个系统，把这15万的每一分钱都摆在所有人的手机屏幕上，你觉得他们还会拒绝签字吗？第2天，我直接向公司请了3天年假，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黑白颠倒地写代码。大修电梯15万预算明细，天哪，连3家不同维修公司的毕价单、资质证书都在这上面。往下看，连螺丝钉的型号和单价都有。这里还有一个智能意见箱，实名登录就能对报价单提出质疑。老沈，我不光把支出切片公示了，我还把小区的公共收益账户也关联了进去，包括我那个共享车位每个月贡献的1半收益，全在上面挂着呢。太绝了！有了这个，谁还能说咱们是糊涂账？怎么了，老沈？周远，你这系统确实牛，年轻业主基本都签了。但你看看这数据，咱们小区还有整整1/3是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的老年人。他们看不到小程序，只能搞纸质面签。对，不仅得纸质面签，这些大爷大妈防备心极重，一听要掏钱比谁都急。周远，要是拿不下这1/3的面签，这15万还是动不了。林小河主动请缨，和老陈组成了扫楼突击队。整个下午，他们挨家挨户敲门。不签不签，什么大修基金，都是变着法子骗我们老太婆的钱。王奶奶，这钱真的是为了大家的安全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这帮年轻人是真想把小区弄好。这老太太我熟，她只听我的，我来跟她说。王姨啊，这回不一样了，人家的账目我都看过了，1分钱不差。你要是不签，以后电梯坏了，你孙子来看你可得爬楼梯了。老沈，怎么了？字儿都签完了，马上就能开工了。开不了工了，那家电梯维修公司看咱们急着修，故意在未保合同里埋了几个霸王条款，他们这就是在趁火打劫，吃定我们了。霸王条款，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隐瞒了旧机组神值回收的收益，还虚报了部分进口零件的价格。我跟他们交涉，对方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，说爱签不签，不签就让我们小区自己爬楼梯。真把咱们当软柿子捏了。孙主任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家电梯公司以前跟街道办打过交道，底子很不干净。这几个电话是市质监局和特种设备行业协会的内部监督热线。对付这种地头蛇，光讲道理没用，得捏他们的七寸。别谢我，我亲孙子也住4号楼，我也心疼他天天爬6楼。再说了，你们现在的干法确实比我当年强得多。老沈，拿好录音笔，明天咱们再去会会那家电梯公司。这一次，我保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全给我吐出来。沈主任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合同就是这个价，条款也是固定的。你们要是嫌贵不签，那就让4号楼的业主每天爬楼梯锻炼身体呗。
陈经理，大话别说的太早，你先看看这个。怎么，拿起诉函吓唬我？我们走的是合法流程。合法流程？那在维保合同里隐瞒旧机组藏值回收收益，还虚报部分进口零件价格，这也叫合法？这叫涉嫌欺诈。你血口喷人，证据呢？市质监局和特种设备行业协会的内部监督电话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而且你们公司最近几起违规处罚记录，我在后台查得明明白白。这份材料我随时可以递交给质监局，这要是全行业通报批评了，你们公司以后还想在咱们这片接项目吗？沈主任，周哥有话好说，这合同我们改，马上改。不仅要把所有隐蔽收费条款去掉，还要降价，总报价必须降到12万，并且额外延长1年的免费维保期。同意，今天就签字动工；不同意，咱们现在就去质监局喝茶。同意，我们同意。老沈，这电梯马上就能修好，压在大家心头的石头总算落地了。咱们新业委会是不是得搞个大活动，让这小区的街坊邻居们也庆贺庆贺？周远，快拿上！沈主任在群里号召的百家宴马上就开始了。周老弟，来尝尝老大哥的烤肉。马大姐，您这酱牛肉绝了！回头我把秘方发群里。孙主任，站着干嘛？过来一块吃啊！谢谢老陈。各位邻居，今天这顿饭庆祝咱们的电梯修好了，更庆祝咱们小区终于像个真正的家了。干杯！周远，你看手机后排没？今天咱们那个共享车位的收益怎么这么多？而且全是生面孔的查牌号。这订单量是不对劲儿，而且今天下午我下楼拿快递，发现咱们小区里停了那么多外面的车。照这么下去，咱们自己小区的车位都要被外人占光了吧？大家注意了没？这几天小区里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外地牌照的车。我昨晚上加班回来，连个犄角旮旯的车位都没找着，最后只能停到马路边，还吃了张罚单。就是，今天早上我女儿来看我，开着车在小区里绕了3圈都没位置，最后只能把车停到隔壁商场去了。查出来了，原来是咱们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写字楼，那边的地下停车费1小时10块钱，一天下来得小100。那这跟咱们小区有什么关系？肯定是有个聪明人发现了咱们小区的门禁管理比较松，而且我那个共享车位1小时才2块钱。这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写字楼的白领们全跑来咱们小区蹭停了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他们把咱们这儿当免费停车场了，不仅你的共享车位天天爆满，连咱们业主自己的流动车位都被他们挤占了。挪车去疏通另一处堵点。对不起啊，刘经理，我这在开会呢，马上下来。周哥，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啊！这些人太没素质了，咱们小区的路本来就窄，大道就窄，全给堵死了。刘经理，靠人工驱赶不仅成本高，还容易起冲突。这件事儿让我来想办法。老沈，今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外来车辆大量涌入，不仅挤占停车资源，还有极大的安全隐患，确实严重。可是现在物业的道闸太老旧了，只能靠保安手动抬杠，防君子不防小人啊，所以必须上科技。我准备对阳光家园小程序进行功能升级，直接和物业的道闸系统打通网络。怎么打通？建立亲友访客白名单制度，咱们业主可以在系统里提前输入来访亲友的车牌号，道闸自动识别放行，按内部优惠价计费。至于那些未经授权的外来社会车辆，道闸直接拒绝抬杆，连进都进不来。这招好，这相当于给咱们小区建了一道数字围墙啊！不难，技术方案单我去问过设备厂家了。要把老旧道闸升级成带高清车牌识别和联网功能的智能道闸，连带施工费需要将近3万块钱。3万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！4号楼修电梯刚动用了10几万的维修基金，大家现在对掏钱的事儿非常敏感。要是现在提议让大家再凑3万块钱换道闸，业主大会上非得吵翻天不可。是啊，老陈他们肯定支持。但像王老太那样平时不开车的老年人，肯定不会同意出这个钱的。周远，这可难办了，门禁必须得升，但这3万块钱，咱们到底从哪儿变出来？各位业主，升级这套带智能识别功能的道闸系统，预算需要3万块钱。
沈主任，这刚修完电梯又要钱，我个老婆子连自行车都不骑，凭什么要我出钱给你们换台杆子？就是啊，虽然说是为了安全，但这3万块钱分他到每户头上也不少呢。大家先别急，这次升级到闸，不需要大家从自己兜里掏1分钱。大家看看，这是我们电梯里广告位的出租费，这是蜂活快递柜的场地费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笔是周远那块共享车位每个月雷打不动上交的50%的分成。由于废除了暗箱操作，每1分钱都用在刀刃上。现在，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账户里，居然已经结余了整整4.2万元！天哪，原来咱们小区这么有钱！这笔钱取之于小区，用之于小区。我们提议直接动用这笔公共收益来升级到闸，保护大家的停车权益。大家同不同意？周远，这数字围墙建好了是好事儿，不过我听说咱们小区最近买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这充电难的问题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着火了，快拿灭火器！这非线充电太危险了，简直是定时炸弹。老旧小区电网负荷本来就小，再这么弄下去，非出大事不可。可大家也要用车呀，外面充电站远，小区里又没地方充，只能偷偷拉线。老沈，当初孙国良为了吞我的车位，打出的幌子就是建设公共充电桩，结果呢，他建了个根本没人用的摆设。是啊，他那是为了私利的假公济私。现在大家是真的需要充电桩，咱们新业委会绝不能像他那样搞形式主义和特权分配。既然要搞，咱们就来真的。我们要建一个真正服务全体业主、完全符合消防规范的集中微型充电站。想法是好，可集中充电站需要大面积空地，咱们小区本就拥挤，场地在哪儿？而且改造电网也是一笔巨款，钱又从哪儿来？场地我已经瞄好了一块风水宝地。老沈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区北角那个废弃了10几年都没人管的老锅炉房？你看，这里空间开阔，而且远离居民楼的主干道。如果把它拆除平整，足以建成一个能容纳12辆新能源车同时充电的标准微型充电站。地方是好地方，但这面临2个大难题。第一，拆除锅炉房和电力扩容，初步预算至少20万。咱们公共收益就算有结余，也远远填不上这个大窟窿。第二，这块地属于历史遗留的违建，产权归属非常复杂，要动它，需要街道办和工业局的多方审批，手续能跑断腿。老沈，跑省序交给你，资金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周远，你写这么厚的方案，给谁看啊？咱们自己又拿不出这20万。这东西不是给咱们小区内部看的。老婆，明天我就把这份方案递给正副主姓。既然咱们是透明共振的典型，你说区里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的专项补贴，能让咱们去申请？领导您看，任何业主扫码充电，费用都会在这里公开。
扣除电费成本后，每一分微薄的利润都会源源不断的汇入小区的公共生意账户，完全透明。上次车位违规操作的事情，确实给你们小区敲了警钟。但我没想到，短短大半年时间，你们不仅纠正了错误，还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子，基层数字自治的新路子。周远、沈主任，在新灵天，你们的充电站改造方案，街道办不仅批复同意，还要把你们列为全区的智慧社区共振试点单位。更重要的是，区里决定给你们拨破15万元的专项补贴资金，下周就直接打到你们小区的公账上。15万，太感谢郑主任了，这下资金的缺口全补齐了。主任，周远，这空电站要施工建1个月吧？到时候工程车天天进出，肯定要临时占用小区的流动车位。咱们小区停车本来就紧张，大家能同意吗？马桂园，斜一点儿，那辆大车往左打一点儿，对，慢慢倒。马大姐，大热天的，您辛苦了。这有啥辛苦的？以前是我们糊涂，跟着孙国良干了蠢事儿，现在大家都是为了小区好，账目清清楚楚。我出把力，怎么了？周远，工程顺利结束了，明天就是充电站的剪彩仪式。不过在剪彩之前，咱们是不是该先把孙良留下的一块伤疤给彻底揭掉？各位邻居，新站建成了。今天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儿，把当初孙国良以集体利益为名，强行占用周远车位搞出来的那个没人用的假公共充电桩正式拆除。周远，其实咱们现在也不缺钱了，要把这牌子摘了吗？不摘，它现在已经不是挑衅和防备的象征了，它是咱们小区最具教育意义的地标。
他时刻提醒着所有人，真正的集体利益，绝不是建立在牺牲个人、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的。周老弟，咱们小区这回是真露脸了。周老弟，咱们小区这回是真露脸了。区政府给咱们颁了年度基层数字化治理模范社区的牌子。今天下午，隔壁几个饱受物业折磨的小区代表都组团来咱们这儿取经了，还有来咱们这儿都棒了。陈哥，那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得了吧，主要功劳在你。你不仅把小程序无偿开源给他们，这要和一次间做不上工作，还把当初建车位维权的事儿给他们讲了。那帮代表听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周远，你跟他们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他们，小程序和数字化只是个工具，真正能让一个烂摊子小区重生的，是业主们面对搬恐怖、面对不公时敢于站出来依法维权的勇气。说得好，权利是自己争取来的，不是等别人施舍的。老沈，怎么大晚上的跑来了？快坐下吃点。吃不下呀，周远，咱们小区的数字化改造遇到大麻烦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老沈，咱们这套系统连区里领导都夸好，到底在谁那儿卡壳了？卡在咱们小区的老年人身上了。这几天我在推广线上投票，王老太他们拿着智能手机直哆嗦，扫码、查账单、看报表，对他们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是啊，今天下午王老太还跟我抱怨，说这高科技是在欺负他们这些老眼昏花的人。要是他们不会用系统，那以后小区有什么大事表决，他们不就被彻底边缘化了吗？绝对不行！咱们建新规矩，就是为了公平，绝不能让任何一个人被落下。可现实是，他们真的学不会啊！难不成咱们再退回纸质投票？不用退回去。老沈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要给小程序开发一个长辈语音版。王奶奶，您摁住这个大喇叭图标，对着手机喊“我要投票”就行了。哎呦，这玩意儿神了，他听得懂我说话。我来当他们的线下代理联络员。公告栏我也天天更新，保证不让他们错过任何消息。周远，你听外面，是不是有人在哭？好像是孙国良的声音。救命啊！谁来帮帮我？我可怎么想不到啊！出事了！孙主任，怎么回事？小周，救救我孙子！他突发高热惊厥，浑身抽搐，翻白眼了。我儿子在外地出差，这鬼天气根本打不到车呀！快上车！别慌，10分钟内肯定到儿童医院。小周，
孙主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以前我那么混蛋，那么自私的欺负你，你却不计前嫌，救了我孙子的命。孙主任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其实我还要感谢你，当初跟我死磕，不然咱们小区怎么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呢？各位邻居，今天咱们要表决几项常规决议，但在表决之前，有一件关乎咱们小区历史的重要事情需要处理。周远，3年前你和业委会签署的那份白天共享车位协议，今天正式到期了。周老弟，以你现在在咱们小区的威望，就算你现在把车位收回去，只留着自己用，全小区绝对没有一个人敢说半个不字儿。是啊，周远，你为小区做了那么多，那本来就是你自己花钱建的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我决定继续续签共享协议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有一个决定，从今天起，共享车位收益里属于我的那50%，我自愿全部捐出，直接汇入咱们小区的公共公益基金里。这块牌子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文物了，它早就不是防备别人的工具了。那是什么？它是咱们小区的契约精神纪念碑啊。不过周远，马上又要过年了，你说今年沈主任会在公告栏写什么横批？这还用猜？肯定是跟公平、规矩有关的词儿呗。老沈，今年写的什么好词儿啊？周远，你来看看这副对联写的怎么样？上联是停车停权，停出公平正义；下联是立规造信，立起规矩方圆。横批呢？没白吃亏。老沈，大过年的，你怎么写这么个社个横批？没白吃亏，听着多不吉利，好像咱们还是吃亏了一样。周远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老婆，这词儿写的太绝了。这世上哪有绝对不吃亏的事儿？当初咱们交了8000块，车位被占了，那是吃亏。后来咱们顶着全小区的骂声，自掏1万1建车位，也是吃亏。那你还说好？关键是，咱们吃了亏之后，把以前的烂摊子砸碎了，重新立了规矩。咱们的亏没有白吃，它换来的是咱们小区的公平透明，是让以后的邻居们再也不用吃同样的亏。你说的对，这亏吃得太值了。有些碑立了就不能倒，它不再是为了堵住谁的路，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永远记得这条通往公平、法治与和谐的路到底是怎么趟出来的。